嗨，大家好，直接进入今天的解析咯。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绝对会彻底颠覆你认知的震撼主题。说真的，我们一直以来是不是都觉得遇到创伤，第一直觉就是要去修复它，对吧？但如果我跟你说，这种决绝可能大错特错呢？今天我们要来深挖陶乐斯·布拉勒斯极具颠覆性的关系系统理论。这可不只是那种枯燥的心理学理论哦，它会狠狠挑战我们对疗愈这两个字的刻板印象。准备好跟我一起重新认识创伤了吗？我们开始吧。如果试图修复创伤，正是阻碍它愈合的原因呢？哇，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超级沉重，甚至有点违背常理？毕竟我们人类面对痛苦的本能，不就是赶快去解决它，让一切回到正轨吗？但这句话完美的点出了我们今天即将拆解的革命性概念。我们接下来会发现，有时候那些最善意、最急着想帮忙的举动，反而可能是最致命的阻碍哦。好的，来到我们的第一部分，创伤与存在流亡，也就是确定感的崩塌。要搞懂这个理论，我们必须先真正弄清楚创伤到底对一个人的现实世界做了什么。相信我，这绝对不仅仅是单纯的受伤而已。我们观念上的第一个大跃进就在这里了哦。在传统的古典精神分析里，我们通常会把心灵看作是一座坚固的堡垒，或是一部独立运作的机器。那创伤是什么？就像是外面飞来一颗大石头，把这部机器的某个零件给砸坏了。可是，在关系系统领域的角度来看，完全不是这样。心灵根本不是一座孤岛，它是一个跟其他人深度连接的动态网络。所以，创伤不再只是单向的被外力入侵，它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还有我们赖以生存的主体间性发生了超严重的断裂。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彻底的结构性大崩盘。所以关键来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创伤绝对不只是一段挥之不去的糟糕记忆而已，它真正摧毁的是所谓的系统性浮现的确定感，简称 SECS。什么是确定感？这词听起来有点学术，对吧？但其实它就是你每天早上醒来，相信地板会撑住你，相信太阳会升起，相信家人爱你，相信这世界基本上是安全的那种理所当然。它就像是一张隐形的安全网，保护着我们。当这些维持生命运作的最基础信念被彻底摧毁时，那种心理上的痛苦真的是毁灭性的。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脚下那层理所当然的地板瞬间碎掉，你会无止境地掉到哪里去？布拉勒斯提出了一个非常生动但又让人很心碎的词，叫做存在流亡。经历创伤的人就像是被无情地丢进一个完全失去意义、超级陌生的异次元空间。他们跟以前熟悉的那个世界，甚至是跟过去的自己彻底断线了。在那个流亡之地，生命里只剩下完全无法忍受的未知，还有深深的恐惧。这才是创伤最真实也最残酷的样子。接着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僵化的确信与防御，也就是如何在未知中求生。我们现在来看看人的心灵在面对这种极度恐惧的流亡状态时，会怎么拼了命的保护自己。为了在这种绝对混乱跟未知的恐惧里活下来，我们的心理系统必须做出极端的妥协，也就是说，它必须大幅降低经验的复杂度。你看哦，原本我们拥有的是健康、有弹性的、灵活的确定，我们允许生活里有一点小惊喜或小意外。可是创伤发生后，为了把那种快要窒息的恐惧挡在外面，这种灵活度会瞬间钙化，变成一种教条式的僵化的确信。请注意，这不是他们突然变得很固执哦，这是一种在崩塌的世界里，为了勉强活下去，不得不筑起的一道超厚重城墙。因为这样，我们会开始看到一系列对抗未知的求生策略跑出来。受创伤的人可能会陷入绝对的非黑即白、极端完美，或者是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的二元对立里面，或者他们会极端的去否认人跟人之间的相同性或差异性，有时候甚至会发展出一些强迫性的行为。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因为这些行为的本质其实就是一面面超强的心理盾牌。对他们来说，只要一切都有绝对的规则，只要我一直重复同一个动作，我就可以把生命中那种无法承受的不确定性给隔绝开来。讲到这里，真的会让我们对受创者多了一层很深的同理心。
我们真的必须停止做一件事，那就是把这些防御机制单纯的当作是一种需要被治好的病或症状。你知道吗？当我们试图硬生生拆掉这些防御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拆毁他们最后的避难所。我们必须看清，对于一个正处在存在流亡、每天都在跟恐惧打架的人来说，这些看似僵化的确信，其实是他们绝望之中绝对必要的求生策略，是他们手里紧紧抓着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啊！好，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3部分，抵制希望的暴政。这是一个极度违背直觉的行动。这一步要求所有想要去帮助受创者的人，必须做出一个超级大而且完全违反常理的视角大转弯。如果希望是一种暴政，那我们到底该怎么疗愈？这句话真的是强迫我们刹车，对我们原本认知里的治疗跟支持，提出一个让人听了有点不舒服的反思。我们从小到大不都是被教导要带给别人希望，要在黑暗里点一盏灯吗？但如果在这个特定的状况下，急着给人希望反而是错的呢？布拉罗斯对这种传统做法提出了非常猛烈的批判。大家想象一下，对于一个确定感才刚被彻底粉碎、世界刚刚毁灭的人来说，你硬塞给他一句“明天会更好”，这根本一点都不鼓舞人心，好吗？相反的，这简直是一种希望的暴政。为什么？因为你要求他们怀抱希望，就等于逼他们放弃现在好不容易才筑起来的防御城墙，要他们再次跳进那个充满不确定，而且随时可能会再次经历巨大失望的恐怖深渊里。更糟的是，这等于是傲慢的在否定他们当下真实感受到的那种痛彻心扉。这也就带出了一个听起来很刺耳，但却无比真实的观察。不管我们是治疗师、伴侣还是朋友，我们为什么总是那么急着想去修复对方？说穿了，这种修复者的傲慢，往往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专业，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受不了那种眼睁睁看着别人痛苦却又无能为力的焦虑感。我们急着用专业技术去解决问题，急着让对方好起来，很大一部分其实只是为了安抚我们自己面对未知时的恐慌。所以要真正帮助受创者，我们必须学会放下这种想要把东西修好的执念，转向一种更深层次的相互见证。接下来第4部分，悬崖边的避难所，见证深渊。既然不能硬塞希望，也不能急着修复，那我们到底能干嘛？我们绝对不能用力把受创者从绝望的边缘硬拉回我们以为的正常世界。相反的，一个超美、超有力量的替代方案是，我们必须拿出无比的勇气，走到那个悬崖边缘去陪他们，跟他们一起打造一个悬崖边的避难所。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选择留在那个还没愈合的绝望深渊旁边，在这个最让人害怕的创伤边界上，不带任何批判地去见证、去尊重那种根本无法解释也无法消除的巨大悲痛。那具体来说，一起打造这个避难所是什么感觉呢？首先，我们要在这个绝望深渊旁边真正地在场。我们不去讲什么大道理，也不用正向心理学去试图把恐惧解释掉，我们就是尊重并且承载那份沉重的悲痛。更重要的是，透过我们身体的感受跟心灵的共振，我们真实地陪在那里。我们不是在治疗他们哦，我们是在跟他们一起分担那份恐惧的重量，去容纳这份巨大的未知。说真的哦，这是一种超级深沉，而且需要极大心理能量的陪伴方式。终于来到我们的第5部分，关系、信仰与自由。我们要在无常中成长，这也是这趟疗愈旅程的最终章。现在我们要来看整个理论最核心的契机了。关系信仰到底是如何在这个深渊旁边长出来的？这是一个2个人互相影响的过程。起点是治疗师或陪伴者必须非常勇敢地承认自己的脆弱，他们必须脱下那件"我是专家，我绝对能治好你"的防弹衣，坦白自己面对生命未知时的无能为力。接着，奇妙的化学反应来了。当患者在这种极度真诚的陪伴里，感觉到自己那种破碎的痛苦是被完全真实而且不带批判里接纳时，2个人就在这个未知的空间里产生了超深刻的共振。就是因为双方都愿意放下控制，分享脆弱，一种充满强大力量的关系信仰就这样诞生了。这可不是什么宗教信仰哦，这是对关系本身可以承载痛苦的一种深深的信任。
走到这一步，我们真的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啊，疗愈的成功根本不是假装坏事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也不是像变魔术一样把所有的创伤痕迹通通抹掉，回到那个天真完美的过去。不是的，真正的成功是陪伴的人跟受创伤的人双方一起提升了对生命里那种不确定性的容受力。我们不再需要靠着那些僵化又耗费力气的确信来防备这个世界，而是共同建立起了一种韧性。这种韧性让我们有能力在无常的世界里，就算带着伤痕，也依然能安然地继续往前走。当你真正学会去拥抱生命里那种无法预测的本质时，你才算是真正掌握了自由。在你继续面对自己生命中那些虽然美丽，但也常常让人害怕的不确定性时，我想请你把这个问题放在心底：你能否在体会了生命的无常之后，找到跟他人深刻连结，并且继续勇敢前行的真正自由呢？这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思考。非常感谢你今天参与这场深度解析，希望对你有启发。我们下次见喽。